我叫刘彻，来自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他是目前中国大级别拳坛的最强猛男，人送外号巨人腿王，杀入到国际擂台12战11胜，其中9次 KO 对手。他的腿法力拔千钧，势不可挡。凭借快如闪电的出腿速度和捉摸不透的刁钻角度，平均每2场比赛就要踢断一个人的小腿。他的拳法更是势如猛虎，曾不到1分钟，一拳打碎日本冠军的下巴，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可偏偏有不知死活的老外故意找茬前来送死，在发布会现场竟当众恶意推搡刘策。不仅如此，更是在媒体面前嚣张狂言，嘤嘤狂吠。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事情就是击败中国人。明天我的对手，我连听都没听过他就是个无名之辈。我保证明天会把他亲手打到跪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巨人腿王刘策大战伊朗拳王卡利米安的一场精彩对局。好，在前这个卡利米安呢是狗眼看人低，目中无人啊，不仅是恶意推搡，甚至还扬言啊要把刘策打到下跪求饶。我们刘策观众朋友们哪儿都不硬，我们的双腿呀绝对是最硬的啊，所以说呢，对方想把我们打到下跪那是绝不可能的。好，注意看比赛开始，蓝色拳套，黑色战袍，中方选手刘策，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他便是伊朗拳王卡利米安。他是目前的 K1 世界冠军啊，对方是冠军，我们是擂台挑战者。观众朋友注意看，卡利米安的短裤，他先把我们5星红旗印到了他的屁股上。这个家伙很明显，他是在故意找茬，他是在故意挑衅我们中国人。我相信刘策在上场之前啊，也看到对方的裤衩了，但是日本官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而是允许了他这种作为。刘策在大中磅级别拳坛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他主攻的是腿法而不是拳法。我们经常能听说啊，什么拳王啊，什么重炮手，而刘策他是一个腿法高手。但当然拳法也不弱，前手平勾，这下卡利米安很明显的一个击倒。看一下还能不能打，裁判送给对方1次读秒。好，还能打。我觉得刘策不会放过 KO 对手的好机会。哇，这个拳法也很有劲儿啊！看来在备赛期间呢，他的师傅魏睿啊，对他的拳法啊训练上绝对是增强了。连续后手，我们能很直观的感觉到卡利米安是有些晃的，而且现在他呢是完全啊只有招架之功啊！不要说反击了，现在连招架之功都快没了。卡利米安又一次被刘策压制到笼边，动弹不得。这一下是被判定对方是转身动作重心不稳。但是刚刚我感觉应该是有打到对手啊。这个世界冠军卡利米安什么情况？他的双手难道是焊到头顶上了吗？他怎么不拿下来？还是说他面对刘策的重拳他有些害羞呢？漂亮，3次击中，卡利米安现在只有不断后退的资格。漂亮，连续后手。观众朋友们，这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啊！对方作为世界冠军，而刘策作为挑战者，我感觉双方的水平呢，就好像张志磊在和这个马保国老师在打，或者说在和武僧一龙在打，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差太多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0胜救了对手1条命。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开始弹腿了，
刘策不要犹豫啊，腿法呢该砍还是要砍。哦，但是要小心，我们看卡利米安在这一回合怎么好像复活了？哦呦！这下对方起身很快，但是明显感觉对方啊是双手着地了。裁判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给到对方一次无情的读秒。好，这一下是滑倒，卡利米安很擅长他的转身边拳。他曾经用这一招呢，是击败过无数对手了。又一次后手命中。哦，又一个转身动作，刘策，哎呦，前手，结束了吧？这一下还能起来吗？伊朗拳王卡利米安，我就问问你，你还能起来吗？哎，什么情况？裁判表示挥手，要看一下回放。意思刘策刚刚这一拳是有违规打后脑的行为。比赛当中的打后脑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对方啊，刚刚这一拳应该是打到脸了。我们看刘策也是有些茫然。哦，这次暂停的给到了卡利米安一个充足的休息机会。好，注意看，哦，这一拳是打到对方的脸颊，打到了脸蛋上，非常的清晰啊，这个100%啊不算犯规。因为并不是刘策呢去偷袭他，而对方卡利米安啊通过转身动作主动把这个后背送给我，而不是刘策啊主动绕到对方身后，这一点要分得清楚。好，没有问题，比赛继续。但是观众朋友们，在刚刚啊在休息阶段，对方是给到刘策一张黄牌，这样一来，刘策在第二回合分数上可能要被压点了。压分失小，心态影响有可能是事儿大呀。而且刚刚的一次休息，不仅是给到卡利米安的一个好的休息状态，并且还中断了刘策的节奏。哦，很明显啊，刘策现在他的节奏很乱。所有的格斗比赛，观众朋友们啊，战术很重要，节奏也很重要。刚刚刘策是一直在起势的一个状态，我们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呢，被现场裁判啊终止了一波节奏。啊，这个比赛的擂台是在日本举办，啊，裁判也是一个日本人，所以说呢，是不是黑哨啊，我们不清楚。哦，对方真敢做这个转身动作呀！看来刚刚是没有被刘策打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啊，有点小窝火，因为刘策呢是刚刚啊完全是有机会可以 KO 对手，但是没办法啊，被现场裁判那突发意外终止了节奏。好，看刘策还在笑，那这说明刘策现在还是很放松。经常看搏击的观众朋友们对他的师傅魏睿呀，那绝对是不陌生了。啊，魏睿作为我们中国呢首位在日本擂台夺冠的中国人，在7年前啊在日本夺冠了。那么7年之后，看一下刘策能否继承起他师傅的衣钵，再次夺冠。哦，这下看卡利米安是完全缓过来了，整个人状态很好。我建议刘策打完比赛之后啊，直接把对方的这个裤衩我们给他撕碎，
太讨厌了。どうするカリミア。ちょっと似合ってます。ゆっちゃんもちょっと考えちゃってます。そうですね、来ないんで、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と。カイキック一瞬のカリミア狙ってます。なので5の線の取り合い。出てきたところに行くという仕掛け。ボディジャブ。どうすか前蹴り。这一回合刘策呢，进攻很少啊，几乎是没有出拳。是想靠分数赢得胜利吗？当然，观众朋友也没有问题，因为在前2个回合刘策的优势和分数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黑欧对手啊才能赢得更漂亮。要小心，卡利米安，他现在已经是缓过来了啊，他的拳法是很有杀伤力的。剑手有机会。韩国跆拳道高手前往泰国踢馆，结果全军覆没，个个倒地不起。那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韩国对战泰国的对局。那韩国选手今天是征战到了泰国，并表示泰拳就是花架子，根本不经打，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哦呦，但是我们看到刚刚开场啊，这个韩国选手就一脚被踢飞了。哦呦，还表示自己要气沉丹田。那穿着这个白色衣服的，也就是刚刚被踢飞的那名选手，就是来自韩国的闵永珍。那既然他敢来叫嚣泰国选手，那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这一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哦呦，我看到这个闵永珍再一次踢出一脚，但是把自己给踢倒了。那这一下属于是伤敌800，自损1100。哦呦，真的是打人如同打自己啊！而且我们看到泰国选手基本没怎么去发力啊，只是轻轻的去摆了一下架势。我看到韩国选手疯狂踢腿，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啊。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现在局势已经是一边倒了。那泰国选手完全压制住了闵永珍，那另一边的闵永珍还是非常嚣张，完全不做防守，整个人在场上蹦蹦跳跳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跆拳道啊，比较喜欢用这种花架子去踢木板，主要是这个观赏性比较高。那今天是真刀真枪来到赛场上啊，面对这个泰国最强的一名泰拳王，我看到这个时候闵永珍已经被打得非常狼狈了，已经是不敢上前了。因为我们看到3次连续的低扫，同样的招式，同样的结果。这个韩国的闵永珍3次被击飞，确实是啊，吃一堑不长一智，吃多少堑都没有用。好的，现在继续是泰国选手腿法进攻。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这场比赛完全是泰国选手碾压了闵永珍呐，最后也是泰国选手赢得了胜利。那这个泰国选手基本上完全没发力啊。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韩国的闵永珍不死心，来挑战咱们的武僧一龙。那有人可能会说，一龙的这个实力不强啊，可能说他是一个假武僧去打假赛。但是这场比赛他打的可是韩国的闵永珍呐，哪怕他实力再差，打这个闵永珍也是不成问题的。那这场让我们期待一下一龙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哦，好的，开局直接是一个低扫击倒，那这个明永贞真的是打谁都防不住低扫啊。出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个明永贞是练跆拳道出身的因为他穿这个身的道服出场嘛。武僧一龙我们不用多说，那么今天从他这个留着小胡子，我们能看到他想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表现，有新的作为。裁判怎么给一龙进行读秒呢？要知道读秒会被扣分，被扣除2分的。但是一龙不被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那这个时候一龙已经明显发现了明永贞的软肋啊，只要是低扫对手必倒所以说现在一龙打的还是比较猛的，发现对手的破绽就全力出击这个明永贞这个时候开始打近身了，看一下现在一龙该去如何应对。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明永贞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一龙化解掉。因为我不给你距离感，你像利用这种旋踢动作是要有在这个中点距离之外才能够使用的。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能力我就跟你你在启动的时候我啪一个近身。原来你明永贞不就这3板斧吗？就利用旋踢动作嘛，你不就练跆拳道吗？尽管你明永贞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冠军，但是你今天在我武僧一龙面前，我要让你尝尝中国传统功夫的厉害。一龙在今天比赛里面这个距离感保持非常好，利用低扫你还能站起来吗？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都在为一龙加油一龙这时候也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勇。看到现在这个明永贞可以说是不管打谁都非常狼狈挥了2下拳还把自己给挥倒了。那这个明永贞不像是来打拳的，而是像来搞笑的。这个节目效果真的是拉满了。旋踢者的动作，你看他这个头部的防守空档太大。可以说这场比赛是跆拳道和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我们看到这个明永贞真的是动不动就摔倒那现在第1回合比赛已经结束，那让我们期待一下第2回合一龙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那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2个回合，那让我们期待一下一龙在这一回合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那这个明永贞上来之后就倒，真的是不负众望这个人设立得很稳。那我觉得这个明永贞平时练的不是拳法，也不是基本功，练的可能是尾椎骨就看自己摔倒的时候能不能扛得住。那这个明永贞从开局到现在已经数不清自己倒地多少次了呀，确实很难。看一龙的扫手的力量有多大，扫一下，明永贞是一个趔趄，再来。今天这个一龙就跟踢木桩一样，因为明永贞没有上3路的进攻能力，所以这样打起来一龙更加的放心大胆。 일롱 조금씩 다가옵니다. 레프트 툭 던지고요. 무릎 공격. 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뒤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现在明永贞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对不对？横踢动作已经没有了。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 두 선수 모두 다 이게 킥복싱이라든지 可以看到，现在一龙也是完全不着急了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因为低扫还是重拳这个明永贞完全都扛不住。现在连续攻击之后，明永贞不仅没有反抗，甚至连格挡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一龙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打了。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무겁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跆拳道冠军吗？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让你站不起来。明永贞倒下。那我们看到这时候明永贞已经是整个人不行了已经倒地了，看一下还能否起身。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最后一龙也是一拳解决掉了这个明永贞一拳 KO。好的，那最后让我们恭喜一龙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注意看，韩国选手在比赛中违规掰断了中国选手的手臂，而被掰断手臂的正是中华虎杨建平的师兄严希波。而台下的杨建平看到这一幕是直接气愤的上台和韩国选手理论，谁知他根本没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甚至还故意当众推搡杨建平。愤怒的杨建平当即就对韩国选手下了挑战书，势必要为严希波报仇。好的，现在已经来到了比赛当天，这场是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也是咱们杨建平的复仇之战。那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中华虎杨建平，那边蓝方选手就是韩国的金立硕。可以看到现在杨建平这个很气愤打法非常凶猛，上来就是连续的进攻。现在逼在墙角，现在这个杨建平拿到很大的优势，直接是把金立硕摔倒在地。现在杨建平取得了一个优势的上身位。看一下现在能否拿到更多的优势。那这个金立硕还是很聪明的。看到杨建平在下来贴身之后马上把杨建平和自己抱得很紧，锁住了杨建平的这个右胳膊，让他不能攻击自己。现在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台下的观众也一直在为咱们的杨建平加油这个欢呼声非常大。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到机会。当心三角手，对，当心三角手，当心小心的三角手，对，已经有点成型了。他可以做一些下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手就成型了。杨建平呢是站起来，这时候相当的凶险。当心三角手，三角脚小心要当心，要后部。哎呦，进来了，快点！那这个在下面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下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不要靠边。最后现在时间还剩下20秒，杨建平再一次扑倒。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其实杨建平真的已经体力马上就要耗尽了。但是不过这个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可以看到这个金梨树啊，连续的去砸击。要小心，站起来，站起来，动作，他的动作，要有防守动作，因为裁判不知道你能不能被打分。好的，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非常可惜啊，没有产生 KO， 但是咱们杨建平依旧打得很猛，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好的，现在让我们恭喜杨建平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你拿个头啊！日本拳坛疯狗仗着自己击败了一名中国选手，竟像一条疯狗一样吐出了舌头，挑衅现场的中国观众。赛后更是当众扬言，谁敢挑战他，就打断谁的腿。不想打中国人，因为他们实在太弱了，我几乎一拳就能够要了他们的老命。我还听说有人要来日本挑战我，我再次声明一下，如果中国人敢来挑战我，我会打断他们的狗腿，让他们哭着爬回中国。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火星碰撞地球的一场中日大战。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的年轻小伙杀入到了日本横滨，挑战日本的拳坛疯狗。谁是疯狗？注意看，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就是疯狗，斜眼儿，歪嘴儿，什么情况？是中风了吗？还是说他的狂犬病已经复发了？想必在赛前你也看到了，这个日本选手呢是非常的嚣张啊！在击败一名中国选手后，像一条疯狗一样吐出舌头，挑衅现场的中国观众，而且他还扬言，谁敢挑战他，就打断谁的狗腿。观众朋友们，贼喊捉贼啊！一条狗说别人是狗。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红色拳套便是日本的拳坛疯狗枯井义，和他打比赛一定要小心，还要提前打好这个狂犬疫苗，因为对方啊打比赛会咬人。好，蓝色拳套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萨迪克啊，23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就在前一段时间，他刚刚获得了新疆散打锦标赛的冠军。我们从萨迪克以往的比赛上来看呢，他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选手啊，攻防兼备。比如我们看他的防守不错，很紧实。哎呦，为何行如此大礼？是想认我们当义父吗？你想，但是我不想收你个干儿子。哦呦，要小心！刚刚说到萨迪克的防守不错，那这个顶膝是打到下巴了。看萨迪克的情况应该是没问题。我们看萨迪克的眼神当中啊，充满了坚毅。好，再看日本选手的小眼睛，我们一个眼球啊，能毁对方2双眼睛。好，裁判警告日本选手不可以孤头顶膝。孤头顶膝啊，就是双手把住对手的头，然后呢进行顶膝，这个在规则当中呢是不允许的。我们目前来看，萨迪克这场比赛呢打的的确啊是有些艰难。毕竟是客场作战，对方呢有着主场优势啊，所以说像一条疯狗一样疯狂的进攻。萨迪克是有一定的拳击背景，所以说我们看他的防守呢是很有这个我们经典拳击的这个味道啊，防得很紧实。好，最后的10秒钟。
第一回合没办法，对方是有一次读秒。第一回合分数上来说呢，对方的确是优势，但是不着急，因为今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是3个回合，格斗赛场永无定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那这里就废话少说。好漂亮，大脚踹脸。好，不错，第3有效果了。我们看这一回合，萨迪克也开始反击了，因为一味的防守呢，的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新疆小伙萨迪克的眼神当中充满了坚毅，的确有一股视死如归的状态。打日本选手你的确必须得有这种心态，要么我打死你要么你打死我。我们看这个日本拳坛疯狗库景义的体能下滑是很明显的，这个干瘦的排骨精已经没劲儿了。漂亮，狠狠的踢，最好是踢断他的狗腿。他赛前不是扬言说谁挑战他就打断谁的狗腿吗？我们就牙还牙，眼还眼。萨迪克的防守真不错可进可退，可攻可守，是一个难得的6边形选手综合实力的确是够硬。很明显了，库景义这一条疯狗，他的进攻明显变慢了。第一回合你不是很嚣张吗？你怎么不打了？裁判警告双方呢不可以过多的搂抱。我觉得这个裁判眼神观众朋友是不好明明是对方搂抱，高位顶膝有效果，倒了这个站不起来了，结束了。好，开始骂人了。因为裁判终止了比赛，他有些不满他表示自己还能打。煮熟的鸭子，观众朋友们就剩嘴巴他是硬的了。那刚刚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他连站都站不稳了。好，非常精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萨迪克用对方第一回合打晕自己的方式还给了对手，太精彩了。打完比赛之后，萨迪克连瞅都没有瞅对方一眼，非常精彩。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哇，一记霸气的飞膝。好，再次恭喜这位新疆小伙萨迪克，太精彩了。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眼前红色拳套的选手就是日本天才拳王朝九玉贵。此人下手是相当的狠毒，经常以摧枯拉朽的重拳打到对手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甚至是暴毙当场。迄今为止，他已经在中国拳坛拿下了9战9胜的不败战绩，更是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人的死神。那今天他再一次前来中国踢馆，声称要拿下10连胜。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我已经拿下了9连胜。接下来我会继续称霸中国拳坛，将中国废物统统踩在脚下。谁要是能打赢我，我就将这些年在中国的收入全部捐出。那面对如此嚣张的小日本子，我们的中国猛将朱帅霸气应战，林红树10拳打到对手狗血淋头，大快人心。
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那场上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朱帅，另一边蓝方选手黑色拳套就是日本的朝九玉桂。那我们看到这个朝九玉桂还染了一头小黄毛啊，看起来非常的扎眼，应该是想让方便咱们的朱帅去瞄准。那我们看到现在开场之后，双方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尤其是这个小日本子，他这个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啊。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朱帅这一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朝九玉桂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1年，再回到我们李凌峰的擂台。朝九玉桂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是，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哎呦我的天哪！上场之后连续3个重拳，我看到朱帅直接是击倒了朝九玉桂。那虽然说刚刚这个朝九玉桂打得非常猛，但是在朱帅面前只需要1拳就可以把这个朝九玉桂直接撂倒。现在比赛继续啊，看一下小日本子明显是怂了很多，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这场不是卫冕战，对，朝九玉桂的卫冕战在3月，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是，但是呢，这个强度真的是振奋人心。好的，这时候我们看到朱帅连续进攻，连续重拳，现在是完全不给小日本子喘息的机会啊！小日本子甚至连格挡都做不到了，只能是近身的去搂抱朱帅，拉近这个距离，拖延时间。朝九玉桂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朝九玉桂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是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对，紧张了，不得不下指令了。其实朝九玉桂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1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浦部公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几天？我们的朝九玉桂1年后的这朝九赌，这位就是朝九玉桂的父亲，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他是空手道的高手，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桂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到外面空地去练。惊涛骇浪之中，还有10秒。朝九玉桂撑过了第1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好，第1回合。好的，现在第1回合比赛已经结束啊。第1回合咱们朱帅是拿下了非常大的优势啊，不仅仅是1次击倒，而且还有连续重拳，打到这个小日本子甚至是有一点懵了。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在稍作休息过后，第2回合咱们的朱帅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那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回合。那这回合看一下朱帅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我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上来之后依旧是频繁的进攻不长记性啊。而且这个小日本子非常喜欢用腿法，因为这个日本的跆拳道主攻腿法，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咱们的河南腿王朱帅。那在朱帅面前，所有的腿法基本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花拳绣腿了。好的，我看到朱帅又是一记重拳。小日本子现在被吃到的拳头非常多呀，对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朝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朝九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那我们看到现在朱帅的打法，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这个朝九玉桂只要是去护住自己的狗脑袋，那么朱帅马上就是一个顶膝去打这个小日本子腹部的位置。确实，这个打法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其实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然后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桂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簇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是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对，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3日月簇。那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朝九玉桂的搂抱次数明显增多了啊，完全不和朱帅去拼拳了。只要是双方开始换拳之后，马上就去搂抱。因为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小日本子没有抱上啊，朱帅连续重拳啊，像在这个打鼓一样去敲这个朝九玉桂的脑袋，我看的可以说是非常解气了。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好的，现在第2回合比赛已经结束，那这回合双方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啊，因为这个小日本子打法非常恶心，一直在去搂抱咱们的朱帅。那让我们期待一下第3回合，咱们的朱帅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3个回合，也就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局了。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来说，可以说是都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我们看到小日本子他在每一回合的开场打的都非常的猛，像一条疯狗一样啊。那看到现在这个小日本子进攻可以说非常猛啊，连续去砸拳。哎呦，咱们朱帅被击倒了，连续重拳之下，朱帅是倒了，但是并不是重击啊，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比赛继续。现在这个朝九玉桂大爆发了，朱帅要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那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这个朝九玉桂在最后一个回合是拼尽了全力啊，因为前2个回合他是处在一个劣势，完全被朱帅压着打啊。这回合小日本子拼尽全力，看一下朱帅该去如何应对。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对的。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一种，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让裁判去提醒。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呢，对于朝九玉桂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我们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哇，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好多我们看到朱帅连续重拳，双方开始拼拳，但是小日本子明显快要招架不住了。这个时候朱帅处在上风，小日本子又开始他的搂抱战术。明显这个时候小日本子已经不行了，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
看一下朱帅下一步能否乘胜追击。至于朝九玉桂的这个日本站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1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再来，说实在的，还有10秒。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膝法，不好对付。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双方在第3回合打的是空前的激烈啊。那双方现在没有产生 KO， 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那最终朱帅是以点数的优势赢得了朝九玉桂。那最后让我们恭喜朱帅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次は俺だからな。待ってるか。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世界第一腿王在日本擂台连续踢死5人，日方团队不服上台挑战，结果被踢得狗血淋头，大喊饶命。他是格斗界的传奇，他的腿法力拔千钧，势不可挡，快如闪电的出腿速度和捉摸不透的刁钻角度，足以摧毁一切对手的防线。拳迷这样评价他的腿法：右腿医院，左腿坟墓。他就是享誉世界第一腿王的克罗地亚战警米尔科·菲利普维奇。从克罗地亚反恐队员到名声赫赫的格斗大师，凭借黄金左腿，他叱咤风云，横扫武林。可偏偏有不要命的日本人不信邪，非要向他发起挑战。而挑战他的正是日本柔术界的天才，2008年柔术金牌选手石井惠。在双方的一番战当中，石井惠始终处于优势，但是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克罗地亚战警一记下位的肘击，直接打裂了对方的眉骨，对手瞬间狗血淋头，头部伤口犹如刀劈。由于伤势过于严重，最终医疗人员强行终止了比赛，最终石井惠输掉了双方的一番战。然而输掉比赛的石井惠并不服气，他认为这一次并不是自己实力不行，而是自己运气不好。如果再打一次，他绝对会终结菲利普维奇的连胜。所以时隔6个月，他再次向克罗地亚战警菲利普维奇发起了挑战。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二番战马上开始。这是克罗地亚战警菲利普维奇和这个日本选手柔术大师石井惠的二番战。在一番战时，克罗地亚战警一记肘击直接打穿了对方的眉心让对方的是眉骨大开，鲜血直流。没有想到时隔6个月，这个不服气的石井惠再一次向克罗地亚战警菲利普维奇发起了挑战。看来对方呢还真就是记吃不记打。好，比赛开始，注意看红方选手黑色战袍克罗地亚战警菲利普维奇，蓝方选手白色裤衩便是日本柔术天才柔术大师石井惠。大家不要看这个石井惠长得是像个糙汉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但他呢是一个奥运金牌级别的柔术大师，并在08年我们中国的奥运会上拿到过金牌。此时的菲利普维奇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和石井惠差了7岁，对方是当打之年，而菲利普维奇已经属于英雄迟暮了。还是和一番战一个情况，我们发现石井惠呢根本压制不住菲利普维奇。
大家伙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啊，要多多注意啊，菲利普维奇的左腿啊，他的左腿很厉害。在世界拳坛流传着菲利普维奇的传说：右腿医院，左腿坟墓。意思就是说呢，你被他的右腿踢中啊，你可能会进医院啊去抢救，而左腿爆头，那基本上你就准备好遗嘱就可以了。怎么看起来这个石井惠感觉33岁的他呀，要比菲利普维奇要老。可能是对方呢有一些谢顶的原因。我们看，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谢顶，但是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好，两人的比赛来到了地面。好，石井惠，你看，赶紧把脑袋放到了菲利普维奇的胸口，赶紧低下来，因为上一次就是这个角度，菲利普维奇一个肘击啊，打碎了他的眉骨啊，眉心。这次这个小日子学聪明了。对手有戳眼的行为，而菲利普维奇表示没事儿。两个人现在就是见招拆招，但是纵使石井惠有全身的武艺，在菲利普维奇面前，我们看暂时是没有任何的发挥啊。注意看石井惠开始耍一些阴险手段，抠眼睛、捂嘴巴。我们注意看他的左手，肘击。看来石井惠也是个小心眼儿啊，上一场比赛被肘击了，这场比赛要还回来。33岁的石井惠竟然压制不住40岁的菲利普维奇。观众朋友们，您说这是日本选手太弱呢，还是克罗地亚战警实力太强呢？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菲利普维奇更强一些。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次来复仇的石井惠呢，可谓是来势汹汹啊！但是和上一场比赛同样的结果，就是他呢压制不住菲利普维奇。所以说，纵使他的地面实力柔术再强，也无处施展。好，不要少说，看下双方选手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漂亮，前摆。拳法上看起来呢，还是菲利普维奇要更好一些。这个石井惠就像一个傻帽，对方只会搂搂抱抱。拳法、腿法这一块呢，他其实的确是不行。最起码在克罗地亚战警菲利普维奇面前不太行。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认为我的解说方式有些不公平不中立，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中心明确，立场坚定，我就是喜欢菲利普维奇。只要是打日本选手，我看谁都顺眼。就算现在站在台上的是武僧一龙，我也看武僧一龙我也看他是眉清目秀。
好，石井辉再一次把比赛拖入到了地面，又到了他所擅长的一个领域。我们在格斗界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日本选手啊，综合格斗选手当中呢，柔术都很厉害。有一些观众朋友问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没有错啊，主要原因啊是日本人太矮，拳法腿法呢没有办法得到精进，所以说呢，在另一项柔术和缠斗上啊下了功夫。好漂亮，又是一个下位的肘击，来自于菲利普维奇。看情况，双方一番战的情况还真有可能重新上演。菲利普维奇肘锋如刀，但这一次石井辉也学聪明了，你看他脑袋呢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啊，沉到了菲利普维奇的胸前。上一次吃亏了，相信他对上一次一番战的比赛啊做了深入的研究，知道自己的脑门到底是如何开的了。我们看石井辉现在脑袋低的是非常的低，我相信他给他过世的爷爷磕头的时候啊都没这么低。好，双方的比赛重新回到站立，菲利普维奇刚刚的起身速度非常快。看来菲利普维奇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站立和对方的较量一番了。石井辉和菲利普维奇兜起了圈子，看来他对菲利普维奇的战力啊，出腿了。这一下虽然说防住了，但是我相信石井辉的手臂啊肯定是发麻了。再一次的龙边对局，石井辉来限制菲利普维奇的进攻。好，顶膝，来自于菲利普维奇。好，再给一拳。双方战力水平呢，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啊，就目前来看，还是菲利普维奇的确，观众朋友们啊，的确是更猛。注意看时间，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30秒。中了黄金左腿，连续补拳，石井辉，哇这一脚虽然说没有踢倒啊，但是后续的补拳力道十足。我们看石井辉瞬间崩塌倒地，这一脚脑袋应该是踢出血了。按照以往来讲，菲利普维奇刚刚这一脚对方绝对逃不了，但如今已经40岁了，所以说刚刚这一脚是把对方给踢懵了啊，但是没有踢倒。我们看地上的血迹，我的天哪！好，注意看，黄金左腿，哇，这一脚石井辉已经是懵了，完全被踢懵了。好，再次恭喜克罗地亚战赢菲利普维奇，我让我们致敬传奇。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